相柳的内心是何时接纳小六的？当相柳伸出手，两人走在湖面上时，这就是小六彻底走进相柳内心的时刻。为什么是这一幕呢？再看3个细节。细节1，在相柳去找小六之前，有一个他在军营中听到士兵说闲言碎语的情景，所以从远处飞来的速度和表情就可以看出来，相柳与平时不一样，加之17要阻拦他带走小六，相柳亮出了兵剑。相柳也会有心情低落的时候吧，他来找小六，说明小六在他心中的位置很重要，小六是可以开解他心情的人。细节2，小六埋怨疯狂飞翔的毛球都快要将自己摔下去了，相柳不解小六的灵力为何如此低微。由此小六道出了自己曾经被囚禁过，被折磨过，这次相柳狠狠地共情了，他由此想到了自己，想要伸手去安慰小六，小六竟然是条件反射地捂住了头。小六又想起自己被鞭打的情景时，犹豫的手触摸到了小六。小六问相柳是不是遇到什么不愉快的事情，收回手的相柳眼睛红了，向水上走去。小六的经历与他何其相似啊！相柳转头向小六伸出手，是的，一切苦难都过去了，因为闲言碎语和不理解带来的不快，此刻也烟消云散了。这是两人第一次牵手经历过孤单苦难，现在竟然有幸还看到如此之景，所以相柳是这样说的：只要天地间还有这样的景色，生命就很可贵。他们俩都是在苦难中挣扎且坚强活下来的人。小妖说，在稀罕的景色看多了也会腻，除非有个人陪着我。相柳立马转头看着小六，又看了看他们牵着的手，相柳真的走心了。妖柳感情线在清水镇进展就挺快的，相柳是很主动的。来看这6个细节。细节1，相柳小六初次见面，相柳就要小六给他制毒，而且还要随叫随到，也就是说后面想什么时候见小六都可以，而且小六还不能拒绝，就比磨磨唧唧找第2次见面机会快速多了。当然这个时候的相柳还没有动心，他还在观察小六。细节2，没过几天毛球就来取毒药了，小六背后吐槽，头上立马出现鸟粪。其实这个画面真不是搞笑，毛球除了可以自由导航飞翔，还可以监视人传递信息。小六吐槽完就出现鸟粪，说明毛球并没有飞远，他在观察小六。也就是说第1次取药时，小六的态度相柳是在意的，人没到，他是在暗中观察小六对于制药的配合程度。细节3，紧接着相柳不请自来参加麻子的婚宴，还带上了贺礼。按理说上次见面还抽人鞭子，现在就来参加人家家人的婚宴，这关系是不是进展得太快了呢？其实也说明了相柳想要靠近小六的态度，所以相柳会有意无意地问小六想不想杀他。细节4，在第2次见完小六后，相柳发现军中的奸细，锁定了目标。其实可以看出相柳对于小六的信任程度加深，刚好就是在小六因17生闷气的时候，也没有毒药什么事儿了，同时还吃了瓜。问小六对17的态度为什么变了。小六跳下水后，相柳其实有体贴的让毛球下去，这次见面就开始咬脖子了。小六成了相柳专属血包，加深了两人之间的连接。细节5，相柳受伤后去找小六，明明知道对方是女人，还睡人家床上，走时还留了根头发，因为画花了他的脸，小六逃走了。临走时叮嘱17看着点，很明显相柳这是留给17看的。这是雄竞开始了吗？第1次见面就要小六为他所用，第2次见面就送贺礼，第3次见面就咬脖子，还给人制造了草莓印儿，真是一步一个脚印，进展很快。细节6，在相柳的观念里，自从他们中了情人蛊，他们就是一对儿。因为小妖曾经说过，他只想害相柳一个人。相柳将这些话当作是表白，他愿意中情人蛊，表示他同意了。但是文小六突然消失了，相柳拼尽全力想要将他带回来，小妖却拒绝了。好不容易碰到了小妖一个人，相柳开始穿上女装试探他。他先用小法术将小妖留在船舱内，然后开始暗中试探小妖。起初的话还挺正常，但是到后面就开始变了味道。他先问小妖为什么一个人四处闲逛，是不是玩得不开心？这句话暗示小妖外面的世界不好玩，不开心就回去吧。但是小妖否认了，说只是怕喝酒失态才出来闲逛。这里相柳有些失望，因为他以为小妖还是想回到清水镇，但是小妖否认了，并且说只是怕喝酒失态才出来闲逛。
相柳见师太不行，直接变成了质问和嘲笑。你和朋友在一起都怕师太，那你和他们也不是一路人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不回家？这里的回家指的不是浩灵国，而是清水镇。所以在相柳的心里，他们2个人自从中了杏仁蛊就是一家人，回春堂就是他们的家。但是小妖回答说，我随遇而安，四海为家。这句话虽然是疑问，但是也是他内心的反应。相柳牵挂的就是小妖，在他看来，小妖也在牵挂他，但是小妖看着他沉默了很久没有回答。除此之外，小妖甚至再也没有回到过清水镇，还变回了浩灵大王姬，让相柳感到非常失望。这一切的变化让相柳无法接受，他甚至想掐死小妖，所以他让阿念捉弄小妖，将他丢进海里出气。如果不是涂山璟在海里发现小妖，相柳早就将他捞上来了。毕竟在此之前，相柳还警告阿念只是出气，不能伤小妖性命。在海底，他向小妖索吻也是在试探，不是用女装，而是化为真身。但是小妖摇头的动作确实伤了相柳的心。在原著中，涂山璟只是隔几年回来一次，但相柳却是真真切切地住在回春堂旁边。谁能想到那个表面冷酷杀人如麻的9名大妖，内心竟然如此单纯真诚，这让人不由得为之感动。